的娼妓了。爹姨，你误会了，不是我不帮，而是我医术不精，此乃不治之症啊。也罢，你们等我一下，且容我去请教一番。贤弟，你还真是享受啊！咋了？难不成遇到什么疑难杂症了？的确很麻烦，是夏红之症。夏红之症，这玩意儿不就是中医妇科学里面的风漏吗？贤弟，可有治疗手段？圣兄，这位病人可采取艾灸疗法，还可配合耳针疗法调经止血。走，咱们回府准备一番。出事了！朱高燧被褫夺冠服，求于宗正寺。这一次当真是把朱高燧给得罪狠了，只怕他出来之后就会立刻对咱们展开报复。朱高燧早早出局，那储君人选就是大皇子朱高炽与二皇子朱高煦了。换句话说，是他李家人一手引爆了这场夺嫡之争。朱棣现在怕是恨不得宰了我吧？这特么地都是些什么破事啊喂！讲我李家人智计过人，算无一策，可这计划怎么总是充满了变数？老天无眼啊！父子二人同一日被廷杖，这还真是千古奇闻啊！笑是不能明着笑了，但是可以嘲讽啊！你们这是打虎亲兄弟，廷杖父子兵啊！行，世叔，您不说话，也没人把您当哑巴。夫人，你看这小子还牙尖嘴利着呢。虾仁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都是铁家姐妹惹出来的祸患。不过这祸患原本并不大，可因为侄儿的一番骚操作，不但把这件事情越闹越大，还歪打正着的引爆了夺嫡之争。那是你活该，为了报复一下朱高燧，就敢拿皇帝皇后开涮，你就作死吧！迟早皇帝会一刀砍了你的脑袋，连带着你爹乃至整个曹国公府都会因你而受到牵连。嘿嘿，眼下局势还没有那么糟，一来朱高燧被关入了宗正寺，短时间内是没办法报复我们了；二来皇帝陛下现在有更烦心的事情，也压根顾不上我们父子俩。朱棣现在确实有更烦心的事，那便是储君问题。自古立嫡不立长，立长不立贤，可偏偏朱棣最喜欢的儿子朱高煦是个老二，而不是老大。朱老四啊，朱老四，现在应该正头疼着吧？呵呵，虾仁，你错了。朱高燧是被关起来了，可他还有盟友。朱高煦已经展开报复了。我儿顺昌被邱福弹劾，朱棣革了他的职，将顺昌贬去开平戍边了。他这一去，只怕生死两难。虾仁，你明白了吗？因为虾仁的过失，让梅家也卷入了夺嫡之争，还请世叔恕罪。你我两家早就是一家人了，谈不上牵连。可顺昌是犯了错，被罢官夺职也是他应得的，但他不能去开平，否则必死无疑。虾仁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顺昌能活下来就行。求福让顺昌3日内前往开平戍边，你叔母待会便入宫探望皇后，借此试探朱棣口风，你抓紧想想办法吧。话音一落，宁国公主就起身告辞，带着梅英径直离去了。李家人与李景龙面面相觑，他们迎来了第二次危机。夺嫡之争。另一边，朱棣下了朝便直奔坤宁宫。徐皇后眼见朱棣满脸铁青，独自陷入了沉思，便握住了他的手。皇上，这是怎么了？无事。皇上，你我夫妻这么多年了，有什么话不好说的？朱棣闻言叹了口气，将眼下朝廷的困境一一讲了出来。朕还以为那夏元吉当真本事通天，可到底还是没有办法啊。皇上这话就不对了，他就算再有过人的本事，也不能无中生有吧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夏元吉现在就面临这样的困境，皇上不可太过苛责人家。朕也明白，但眼下两省百姓受灾，朝廷心裂，必须要拨款赈灾济民，否则就会失去民心。戍守北疆的边军将士也在索要军粮军费，也同样不能让将士们寒心啊。皇上，要不问问虾仁那孩子的意见？这孩子一向聪明的紧，而且夏元吉是这孩子举荐的，不如把这二人召到一起，拿出个解决方案来。话音落下，徐皇后眉宇之间却有些忧愁。昨日宁国公主前来探望，就提到了梅顺昌一事。梅顺昌的事情，徐皇后也大致明白是什么原因。说到底，皇上是因为朱高燧一事而勃然大怒，从而迁怒于虾仁这孩子。既然虾仁叫了我一声舅母，也不能让他白叫。此事能不能成，就看虾仁自己了。呵呵，罢了，既然你都开口了，那朕就给李家人一个机会。臣妾多谢皇上。呵呵，病了就安心休养，别再操心其他事情了。你可不许偷懒太久，朕还等着女先生辅佐朕处理朝政呢。诏李下人夏元吉入宫觐见。曹国公府，李下人脸色略显苍白。李下人这次准备掀开底牌，来一场逆风大翻盘。可正当他准备行动时，宣旨太监的到来却是让他一脸懵逼。奉天，左李下人即刻入宫觐见。
照这会的局势来看，朱棣肯定不会主动召见我，除非是遇到了什么难题，且只有我才能解决的难题。可我在朱棣面前只表现出了赚钱的本事，那么真相只有一个：朱棣缺钱，缺得上火了。李下人想明白以后，便整理了一下着装，跟着太监匆匆入宫。路上，李下人故技重施，跟这名太监拉起了关系。不知公公贵姓啊？话音落下，吓得太监脸都快绿了。因为黄眼一事，现在内廷所有太监都对李下人畏之如虎。小公爷，奴婢简明就不多说了，红脏了小公爷的耳朵。你特么的什么意思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李某人？黄眼的前车之鉴就在那里，谁还敢告诉你自己的名字啊？那不是写上生死簿了吗？小公爷想问什么尽管开口，奴婢定当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罢了，毕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叫郑和，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可以下西洋。公公可知陛下召我前去面圣，所谓何事？小公爷万万使不得啊！具体所谓何事，奴婢并不清楚。不过奴婢听说今儿个早朝，朝臣们吵得不可开交，据说是国库没钱粮了，既要赈灾又要拨出军粮。果然如此，朱棣这是真的焦头烂额了啊！后来皇上勃然大怒，怒斥了群臣一番，下朝后去了一趟坤宁宫，然后就召见小公爷。那位徐皇后果真是把本虾当成了自家子侄，这一声舅母叫得不亏，甚至是血传。多谢公公解惑，不知公公贵姓？奴婢一试哈。坏了，咱家怎么说漏嘴了？无名秀矣，必然是义师哈，这也是一号人物啊，奇货可居，值得投资。公公可知，那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的天下第一通史巨著，是何人所著？啥意思？你要干什么啊？是那西汉太史公司马迁，他也是个阉人。公公可知，那总结前人造纸经验，革新造纸工艺，制成了太侯纸是谁？是那东汉龙庭侯蔡伦，他也是个阉人。他好厉害的嘴，让我整个人都高潮了。西汉太史公、东汉龙庭侯、李唐国公，他们也是阉人，却能名垂千古，流芳百世。同样是阉人，他们可以，那我一试哈也可以。乾清宫，等李下人走进大殿时，却见正有一人坐在景凳上面，眼瞅着朱棣没有搭理自己的意思，李下人只能委委屈屈地跪在地上。而那人也在打量着李下人，瞧这模样不过16、17岁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，这么年轻的后生能有什么见识？皇上，这位是？这是曹国公独子李下人，朕今日把你们二位唤来，就是议议国库空虚的事情。李下人，一个纨绔子弟，勋贵之后，而且还是李景龙那个草包的儿子，他凭什么跟自己坐在一起商议朝廷财政大事？皇上，两省灾情刻不容缓，臣请皇上立刻下旨赈灾啊！朱棣闻言眉头一皱，不过也没多说什么，而是把目光看向了李下人。他虽然没有开口，但虾人却读懂了这道眼神的意思。敢问夏大人，国库如今还有钱粮几何？国库如今只剩下最后一批可以调动的钱粮，这本应是发放给宗室与官员的俸禄，但人命关天，山东河北突发大水，黄河决堤，灾情刻不容缓，所以本官将这批钱粮截留了下来，准备先行用于赈济灾民。黄河决堤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除了两省水灾之外，朝廷眼下还需要筹措钱粮，解决北疆戍边将士的粮草问题。马上就要入秋了，天寒地冻的，总不能让他们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吧？难怪今日早朝会爆发冲突，说白了还是党派之争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陛下，这事儿其实也不难，就是不知道陛下是要快的还是要慢的。快！陛下，李下人一个纨绔子弟，勋贵之后，而且还是李景龙那个草包的儿子，连个官身都没有，更不熟悉朝堂政务，他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？还请陛下立刻下旨赈灾啊！先听听虾人怎么说。虾人有一个不要脸的法子可解眼下难题，就是有些那个陛下你要脸吗？卧槽，你这么勇的吗？问皇帝陛下要不要脸，你还真是大明王朝第一人了。这位李公子不知即将安出。夏大人，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，这计划可行性很高，但就是有些不太要脸，所以得让陛下恩准，而且陛下得保证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虾人，你单说无妨，朕不会怪罪于你。说是可以说，不过陛下得保证此事与臣无关，都是夏大人的功劳。我还在这呢，你特么当着我的面说这些，真的好吗？怎么有种不太好的感觉？行，赶紧说说怎么个章程。那个皇上，臣你把嘴给我闭上。陛下，国库没钱，但不代表大明没钱啊。那些个达官显贵、皇亲国戚，哪个不是腰缠万贯的主儿？所以我的意思是，号召百官捐款赈灾。哈哈，我就说这小子是个纨绔子弟吧，他能想出屁的好办法，全是馊主意。人家的钱凭什么捐出来？真是无知。正所谓希望有多大，
失望就有多大。朱棣对虾仁很是失望，夏元吉也对李虾仁失望透顶，做事便要离去。皇上，各部正史司还有不少事情堆在案头，两省水灾，将士口粮，这么多地方等着赈灾，这么多的事情等着解决，臣便先行告退了。夏大人留步，号召百官近身捐款赈灾，这只是第一步，我还有第二步，那便是乐施济公。哈哈，李公子，你应该知道，哪怕是朝廷号召捐款，那些人也不会捐太多，大多都是象征性的捐一点，比起朝廷所需，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。那肯定啊，谁没事儿愿意捐款啊？灾民饥民死不死，跟他们又没关系。钱粮捐多了，他们还怎么接着奏乐接着舞？那你还要朝廷给他们乐施济公？对啊，人家出钱出粮捐赠善款，你甭管捐了多少，哪怕一个铜板一粒粮食，朝廷也得给人家一些赏赐嘛。乐施济公就是最好的赏赐，给人家好好宣扬一下仁善之名。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屁话？他们捐那么点钱粮，朕还要给他们勒施济公？妙啊，此计甚妙啊！李公子真是玲珑心窍，比之诸葛孔明也不遑多让了啊！等等，好像哪里有些不对劲。你好毒啊，也太不要脸了！那些捐款捐的少的，别说什么流芳百世了，不遗臭万年都算是好的了。这分明就是笑里藏刀的绝户计啊！捐款名字和捐款数目都详细立在那里，要是出入太大的话，那些捐款少的人，高啊，实在是高啊！夏爱卿，此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回去准备一番，明日早朝拿出个章程来。解决办法有了，朱棣心情也很是不错，连带着看李虾仁都觉得顺眼了不少。夏元吉一听到这话，也兴冲冲的走了。然而等他走出了乾清宫，却突然惊醒过来。不对啊，为什么是我啊？这不是李虾仁那小子的毒计吗？明日早朝要是自己提出这个绝虎计，怕是没什么好下场啊！这不公平啊，陛下，不公平啊！行了，此次你将功补过，以前的事情就算了吧。不过你小子记住，若再敢有下次，朕打断你的狗腿！陛下放心，虾仁绝不会再做出此等事情。铁家姐妹和死太监黄眼这2件事情，总算是过去了。呵呵，滚吧！那个，皇上，您是不是忘了啥事儿啊？有屁快放！就是邱福让我那大舅哥梅顺昌去开平戍边一事。什么？邱福让梅顺昌去开平？老二啊，老二，你这手伸得这么长吗？曹国公府，梅英夫妇早已在此等候。他们一听说皇帝召李虾仁入宫，就立马赶了过来。毕竟是关他俩的亲儿子，好在李虾仁没有让他们失望。叔母，大舅哥的事情已经解决了。陛下已经下旨命大舅哥去湖广各卫所考察军事，练兵备边。但是虾仁，难道又发生了什么意外？但是皇帝陛下不知道大舅哥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一提到此事，皇帝陛下勃然大怒，直接召邱福入宫。估摸着邱福这次怕是要凉了。什么？邱福那可是2皇子的铁杆，这下好了，先得罪了3皇子，现在又得罪了2皇子，3位皇子你就得罪了2位，如今就只剩下一个大皇子，还在北平喝西北风呢。儿啊，你比我还能作死啊！要不你先挂了，给我们大家助去。本家也很无奈啊，想我李虾仁智计过人，算无一策，可怎么计划总是充满了变数啊！事到如今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虽然那位2皇子如今风头正盛，但他毕竟不是嫡长子，所以入主东宫的希望不大。只要能把大皇子绑在一起，就还有机会。梅英夫妇互相看了看，又看向了李虾仁，他们要弄清楚虾仁心中所想。虾仁，你觉得谁能够入主东宫？叔母，这话可不兴说啊，小心隔墙有耳，被陛下听了去。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还有什么不可以说的？既然已经卷入其中，那就要做好应对之策，否则迟早会遭到清算。叔母这是想要投靠大皇子朱高炽来谋求一线生机吗？没错，大皇子宅心仁厚，待人友善，并且饱读诗书，学识渊博，是位明君种子。2皇子是个暴虐的臭丘巴，而3皇子又是个奸诈的真小人，所以眼下最好的选择便是投效大皇子朱高炽。大皇子乃是嫡长子，他为人仁厚且学识渊博，符合君王理想型，所以那些文官近身会全力支持他入主东宫。2皇子除了军方勋贵因为利益支持他以外，朝堂之上便再无支持者了。呱呱，那这么一说，大皇子入主东宫岂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了？那我们还等什么？赶紧向大皇子投诚啊！呵呵，你们别忘了，2皇子具有一个大皇子难以媲美的优势，那就是皇帝陛下的偏爱。按照正常流程，燕王即位称帝，燕世子自当顺势晋升为太子。然而皇帝却迟迟没有动作。虾仁，你的意思是？恐怕咱们这位皇帝陛下从一开始真正主意的储君，一直都是2皇子。结合皇帝所作所为，他们悲哀地发现，
事实真如李下人所说，想明白了的宁国公主脸色瞬间苍白起来。所以这场夺嫡之争，我们万万不可参与其中。现在我们只是与二皇子有些摩擦罢了。可如果我们旗帜鲜明的支持大皇子，对敌二皇子，那我们的敌人将不只是二皇子，还有那位皇帝陛下。可是虾仁，你想过没有？墙头草同样是取死之道，将来其中一方上位之后，难免会对我们进行清算。叔母放心，我们既不支持大皇子，也不支持二皇子，更不会做墙头草。虾仁，难道你想？没错，我们做帝党，紧紧跟随皇帝陛下的脚步即可。帝党就是给狗皇帝当狗腿子，虽然这不符合李下人的原则，但是眼下形势所迫，他也别无选择。原则这种东西嘛，就是用来打破的。老子小命都快没了，跟你讲个锤子原则。再说了，本家又不是官儿，给朱棣当狗的是李景龙，跟我没啥关系，也不算违背原则。好险，真是好险！如果不是虾仁及时提醒我，这次真有可能万劫不复。虾仁呐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不如今日就把婚期定下来吧。朱母啊，问您个事儿呗。好孩子，有话直接说。你家那头大象能不能宰了卖了？虾仁呐，哎，叔母您说。我觉得你做个哑巴也挺好。皇上，两省灾情已是极为严重，不可再拖延下去了。臣请皇上降旨，将国库粮草运输至两省府县赈灾济民。夏爱卿言之有理，朕这就下旨赈济灾民。陛下不可，若将最后一批粮草拿去赈灾济民，戍边将士吃什么穿什么？总不能让将士们食不果腹，衣不蔽体吧？朱棣听后没有开口，而是把目光看向了夏元吉。感受到皇帝陛下的目光，夏元吉无奈的笑了笑，只能跟皇帝打起了配合。夏爱卿可有良策？皇上，诸位臣工，值此国家危难之际，我辈自当挺身而出，为家纾难，报效家国，助朝廷渡过难关。因此，臣请皇上降旨，号召官员富户捐钱纳粮，以赈济两省灾民。什么？国库没钱？那你夏元吉就把主意打到我们身上，那些流民饥民死活与我等有何干系？当然，诸君回家纾难，助朝廷渡过难关，朝廷也当予以嘉奖。臣请皇上下旨于金陵帝都以及重建之后的灾区，为诸君乐时济功，千百年后也不失为一桩佳话。只要象征性的捐点银子，那就可以乐时济功，让自己的名字捐点银子，乐时济功，你在想屁吃？那他妈的是要遗臭万年的节奏啊！你捐个3两5两的，后人百姓看了，那还不得戳你几两骨啊？夏元吉这个畜生，好歹毒的手段啊！他这是逼着大家伙捐款，而且还不能捐少了。国家有困难，我等自当回家纾难。臣李景龙愿献白银2万两作为善款，支持朝廷赈济灾民。哈哈，区2万两银子而已，也就是驻阳高1月利润罢了。李景龙，你真是混账至极啊！你把门槛定这么高，让我们这些朝臣怎么办？呵呵，这老顽固总算是开窍了，不枉朕一番苦心啊！陈秋福愿献2万担粮食。短短一盏茶的功夫，满朝文武就认捐了50余万石粮草与数十万两银子。朱棣心情很是不错，他换来了姚广孝，二人信步走在皇宫大内。呵呵，和尚，还是你过得潇洒啊！朕赐你宅邸宫女，你不要；朕赏赐给你金银珠宝，也全都被你分发给宗族乡人。和尚，这世间当真有你这般无欲无求之人吗？陛下，臣年纪大了，俗世中的琐事，臣亦不甚关心。臣只想用这无用之躯，尽力为陛下效犬马之劳。呵呵，此次李下人立下大功，朕该如何赏赐他呢？上一次李下人计谋没因，朕就没有封赏他，这一次要是再不封赏，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啊。那要看陛下想让这李虾人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呵呵，还是做个干吏吧。他老李家除了祁阳王外，就没有一个是当将军的料。朕是真的怕了，基于大明战神李景龙的赫赫威名，这辈子是不可能让他领兵打仗的。呵呵，那陛下打算赐他极品官职。此子年纪轻轻，现在不必给他加太多担子，主要以培养历练为主。呵呵，这男子啊，没有成家，没有娶妻生子，总感觉就是不够牢靠，嘴上没毛，办事不牢嘛。既然如此，那臣倒是有一个好主意，不如让此子去。不愧是你啊，这恶心人的本事还真是丝毫不差。曹国公府，李虾人一觉睡到日上3竿，等李景龙下朝回府之后，他才懒洋洋的起床。我按你说的直接就捐了2万两白银，现在那些朝臣一个个都快恨死你爹我了。我原本就被群臣排挤，现在好了，不排挤了，直接变成敌视了。
这才是好事嘛！既然做了帝党，给朱棣当狗腿子，群臣越排挤你，那朱棣就越是信任你。只要把朱棣舔开心了，随其他怎么去想。好像还真是这么个道理。你看我不爽又如何？本公爷照样吃喝玩乐，侠妓素娼，就喜欢你看不惯我，又干不掉我的样子。啊，今夜无事，十里前花。走着走着。对了，把圣兄也叫上。三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秦淮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半个时辰后，宣旨宦官一时哈春风满面的抵达曹国公府。李下人公子可在，宫里有旨意。赶紧去知会公爷，说宫里有旨意，公公在上，我家小公爷出门了。李公子去哪儿了？这个那个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？陛下旨意在此，还不赶紧让他回来接旨？小公爷去了十里秦淮。十里秦淮，你是有多饥渴啊？这光天化日的，大白天就去。那曹国公呢？他总在府上吧？先带领了吧？这个那个，啥意思？难道他们父子二人一起去的？啊，对，开着画舫一起去的，顺路。牛逼！你们是真的牛逼！父子二人一起去侠妓，咋地？打虎亲兄弟，侠妓父子兵备，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天理吗？还有功德吗？还有位置吗？咱家也想去看看。李下人一听说有圣旨，麻溜的就回来了。他还算好的，今儿个只是去听曲儿。老纨绔就不一样了，裤子都脱了，差点没软掉。奉天承运皇帝敕曰，不是诏曰吗？昭告天下，才称诏。倘若是封赏低级的人员，则名为敕。那特么这是封赏谁的？肯定不是给为父了，为父好歹也是超级国公爷。你这是要做官了。今有曹国公子李下人，学识渊博，品学兼优，进言献策，深得朕心，即敕李下人为国子监助教。钦此。国子监助教，让我去国子监教书。朱棣，你特么恶心谁呢？那个易公公，您是不是念错了啊？李公子快别闹了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赶紧跪地接旨，奴婢好回宫交差啊。哥哎，可不能摔啊！李公子别闹，这是杀头大罪啊！那个易公公啊，咱俩也是老熟人了，要不这圣旨你带回去跟陛下商量商量，给我换个差事呗。换个差事？你多大脸啊你！我从未见过如此胆大妄为之人。公公说的是，公公辛苦了开心点。虽然只是个从六品的学官，但毕竟也是官儿嘛。大明朝的官儿狗都不做，国子学的弟子都是些勋贵官宦子弟，一个个官二代勋二代，闭着眼睛都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朱棣这不是恶心人吗？此刻乾清宫大殿里面，朱棣和姚广孝却是大笑不止，双方对视了一眼，尽皆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笑意。但是臣担心李下人他不一定会奉旨啊。李景龙那草包废物，连自己儿子都管不住。李下人他要是赶不去，朕就让纪纲带着锦衣卫登门，绑也要把他绑到国子监去。他一次不去，朕就打他一顿。陛下圣明。是哪个不长眼的混账？哎呦，这不是纪大人吗？快请进！呵呵，虾仁世子，本官奉皇帝陛下之命，送世子前去国子监赴任。啥？朱棣你他妈有毒吧？还派纪纲押送老子去国子监赴任？有你这么恶心人的吗？那个刚子啊，你我兄弟二人。对不起，我们不熟，虾仁世子请不要在这攀关系。刚子啊，你跟兄弟透个底，陛下这是想要。陛下口谕，若虾仁世子一次不去，陛下就揍你一顿。朱棣你真不是个人啊！老子前脚帮你解决难题，你后脚就这样对付老子。纪纲，我李家人告诉你，今儿个我就算是一头撞死在这墙上，我李家人都不会踏入那国子监半步。片刻之后，李家人被2名锦衣卫立誓架着，硬生生的拖出了曹国公府。纪纲，你大爷的！刚子啊，至少让我换身衣服啊！成何体统？尔等成何体统？我要弹劾你们！纪纲，老子把你当兄弟，你把老子当玩具啊！老子可是个纨绔啊！你听过纨绔也要上班的吗？哼，这是哪里来的混账东西，满嘴污言秽语，如此粗鄙不堪，我国子监绝对不收。那个胡继久，这位是曹国公世子。哦，对了，他现在是国子监的助教。李下人，曹国公世子就是这么个衣冠不整的玩意。下人，这位是国子监祭酒兼翰林院侍讲胡衍。小子李家人见过胡祭酒，毕竟是自己日后的顶头上司，关系还是得打好的。这位虾仁世子，这是国子监助教的制服，先穿上衣服再说吧。
多谢多谢，二位司爷，不知我具体工作是什么？这个要先问过祭酒大人。李助教，你先随便逛逛吧，我去请示一番。潘岳斌打发走了李虾仁，就匆匆来到了祭酒精舍。不出意料，胡言此时正暴躁异常。哼，你们身为司爷却尸位素餐，却不知教授学子规范言行，都给我好好回去想一想，如何振兴我国子监，不然届时丢脸的可不是老夫一人。祭酒大人，不知安排李助去教哪个学堂？就让他去国子学广业堂吧。什么？这广业堂可是……潘岳斌闻言也只能叹了口气，不再多言，默默退走。当他寻到李虾仁时，这位正悠哉悠哉的和学子聊天。李助教真是豁达。嘿嘿，潘兄问清楚了吗？我去哪儿上班？呵呵，跟我来吧，这便是你的工作地点，你以后便负责此三子的学业。广业堂怎么只有3人？金陵勋贵那么多，他们家的子弟呢？你有所不知，勋贵几乎全是武臣，除了惹是生非就是打架斗殴，所以祭酒大人将那些斗殴的勋贵子弟全都逐出了国子监，算是落得个清净。这么看起来的话，这工作好像也还可以嘛。3个小屁孩，我一只手都打得过来，也不算麻烦。多谢潘兄了，这3个熊孩子就交给我吧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本人李虾仁，你们以后的授业恩师。你这屌人好没教养，没看见某家正在睡觉吗？逼逼赖赖的，信不信某家揍死你？呵呵，你在学堂睡觉还有理了，熊孩子实锤了。呵呵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朱勇，我叫秋松。秋松，秋福的儿子。好家伙，得意弟子竟然是仇人的儿子，朱勇，陈国公朱能的独子，这也是个顶级勋贵子弟嘛。那你旁边这位面瘫呢？面瘫，呵呵，他是顾兴祖。顾兴祖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他爷爷顾城靖难之役中被朱允文杀了全家，又是经历这等人间惨剧，也难怪顾兴祖是个面瘫了，他没疯就算不错了。你这屌人，说了别逼逼了，某家真的会揍死你的。你敢殴打恩师，今晚你就会被你爹吊起来打。李虾仁，你不要嚣张，某家，我入你，你个狗贼！这个新来的李助教好凶啊，凶巴巴的，不似好爷啊。呵呵，虽然你们都是勋贵子弟，但我同样出自国公府。若你们真想挑衅一下恩师的威严，那我不但会向你们父母打小报告，还会向皇帝陛下打小报告，总有人能治得住你们。江湖规矩不能打小报告，你这厮不讲道义，你不讲江湖规矩。呵呵，规矩，那现在我便讲一下规矩。我的规矩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都听明白了吗？最后一声高喝，吓得3人身子一颤，立马乖乖的喊了句恩师。李虾仁对此很是满意。呵呵，孺子可教，4书5经你们都会背了吗？你来真的吗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来国子监这么久了，难道连4书5经都不会背？这般下去，你们还怎么参加8月份的乡试？还怎么金榜题名？还怎么光宗耀祖？那个恩师，我们不用参加科考的，家里都有爵位等着我们去继承的。你特么说得好，有道理呀，我竟无言以对。呵呵，朱勇，我且问你，你除了家里的陈国公爵位外，除了家里那些庄园良田外，你说你还有啥？你还是个啥？恩师教育的事，弟子感到很是羞愧，但我实在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啊，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家继承我的陈国公爵位，继承我的庄园良田吧。另一边，陈国公朱勇忧心忡忡地回到了府邸。今日陛下召集他们这些心腹重臣议事，商议如何解决掉削藩问题。让我打仗还行，但这种涉及到宗室藩王的议题我哪懂啊？我这一生当真是如履薄冰啊！或许这就是身居高位的代价吧。老爷出事了，少爷被人揍了。什么？难道那孽障今日又逃学，出去鬼混了？爹呀，我的亲爹呀，你可要给儿子做主啊！那李虾仁他不是人啊，他侮辱我呀！你这个孽障，为父不指望你出人头地，只希望你少去惹是生非，结果你又逃学跑出去了。看来你是忘了之前的教训了。今日不打断你的狗腿，老子就不姓朱。爹呀，儿子没有逃学呀！放你娘的狗屁！那李虾仁不就是李景龙的那个崽子吗？你没有逃学，又怎会与他斗殴？行啊，还学会撒谎骗你老子了。看老子今日不扒了你的皮！老爷，你误会了，那李虾仁是皇帝陛下敕封的国子监助教，恰巧成了儿子的先生。啥？国子监助教？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呀，爹！那李虾仁简直就是不是人啊！就因为我不喊他恩师，一口气打了我5、6个大嘴巴子。爹，您看看我的脸，现在都肿了呀！
哼，我儿就算有百般不是，可那李虾仁也不能打人啊，而且还抬手就是好几个大嘴巴子。你知道一个大嘴巴子对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伤害吗？哼，我朱能的儿子就算是个废物，那也不能让他李虾仁这般羞辱。走，我带你去讨个说法。对了，那李虾仁今日可曾教了你们什么？啥也没教啊，他就是让我们背书，要么挨打，要么背书，不背书一篇四书五经里面的内容就不让我们走，还要把我们吊起来打。乌儿，你背的哪一篇？快背出来为父听听。爹，咱们不是去曹国公府找茬，老子让你背。忠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。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作为燕王朱棣的左膀右臂，朱能自然明白读书有多重要。看着朱勇背诵圣贤文章，朱能高兴的老泪纵横。看着泪流满面的亲爹，朱勇顿时有些慌了。爹，你继续背，爹爱听你背书。另一边，齐国公府也上演着同样的一幕。阿爹，宋儿背完了，我们快去找那李虾仁。切，一定要去！大丈夫连怨分明，有仇报仇，有怨报怨，怎能不去找他？秋通，去把老子的金金锁子甲取来。老爷，那可是陛下上次给您的。阿爹，咱们不是找李虾仁寻仇的吗？安娜，咱做人得讲良心，你能遇上这样的恩师是你的福气啊！那三个兔崽子底子太差了啊，一个比一个差。现在是6月中旬，距离乡试还有2个月时间，得尽快把这3个混账底子补齐了，不然到时候丢的可是本家的脸。小公爷，大事不好了！齐国公登门拜访，还带了儿子和部曲，看样子来者不善。秋松啊秋松，你小子还敢打小报告，看来真是白天打枪了啊！开中门迎客，不要忘了礼数。小子见过齐国公，不知齐国公深夜造访，所谓何事？某听吾儿说你今日打了他。你登门拜访还敢拍烂老子家里的桌子？对，我就打了。小子身为他们的恩师，便有资格管教他们。齐国公若不喜，有本事就别送他去国子监，我还懒得教呢。好小子，这么多年了，你是第一个敢这么跟老子说话的年轻后生。只见邱福大笑着上前，竟然向李虾仁鞠躬行了一礼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幕，直接给李虾仁给整不会了。齐国公这是什么意思？呵呵，若不是李先生，我儿现在都背不好一篇文章。老夫今日前来乃是为了感谢先生的，此乃陛下赏赐的金金锁子甲，乃是老夫珍爱之物，今日就送与先生了，还望先生继续教导我儿。我揍了你儿子，你还要感谢我，还要送贵重礼物给我，这邱府可真是个实诚人啊！哎哎，世伯严重了，严重了！你娘嘞！刚才还一口一个齐国公，现在见到了厚礼，直接改口成世伯了。这混账小子还真是有意思。齐国公，小公爷，那个成国公也来了。片刻之后，朱能、邱福、李虾仁3人大眼瞪小眼。朱能看到了金金锁子甲，邱福也看到了他手里的斩金百炼刀。老兄弟2人相视一笑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你来的倒是时好，李先生正在传授教书育人的经验。教书育人嘛，就一个字，揍。正所谓3天不打，上房揭瓦；1日不揍，浑身难受。就得揍，不读书要揍，不老实听话也要揍。远的咱不提，邱氏伯爵的家父李景龙如何？你爹李景龙还如何啊？那就是一个草包废物，活脱脱的老纨绔。曹国公这人吧，倒也不坏，就是朱氏叔不用遮遮掩掩，子辽是个什么废物，人尽皆知。正是因为祖父他老人家忙于征战，对李景龙子辽疏于管教，以至于他变成了一个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，最后还敢率军出征，沦为了天下笑柄。好小子，那可是你亲爹啊！你这么说你亲爹合适吗？其实叫儿子跟教父亲是一样的，正因为子辽总是惹是生非，所以虾仁便斥重金请匠师精心打造了这狼牙棒，一棒子下去保管，子辽什么坏心思都没有了。这李虾仁莫不是个疯子吧？哪有儿子揍父亲的？而且还是拎着狼牙棒锤啊！那个虾仁啊，你这样传出去可不好，有违伦理啊！可事实证明，这样揍很有效果，不是吗？李景龙子辽现在老实多了，也听话多了，前不久还为朝廷立下大功。此话一出，朱能和邱府都震惊了。李景龙的变化，他们可都是看在眼里的呀。这个草包废物，先前不过是个吉祥物，用完就会被扔掉的那种。可是现在，随着一次次迎合帝意，还真有几分百官之首的架势。李先生，具体如何揍才能有效果？拿狼牙棒。
算了，孩子还小，这一棒下去估计就废了，还是拿鞭子抽吧。写不好字，直接给他一鞭子；背不出文章，也给他一鞭子。要是没有效果，小子任由二位发落。遇上李虾仁这个狗东西当恩师，这辈子铁定废了。啊，你这咋了？哭什么啊？智伯，慈父多败儿啊！这孩子就知道哭，不揍不行了啊！咱们兄弟三人聊天聊得好好的，你说他没事儿哭什么？肯定是装的。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成天就知道哭，哭你娘的蛋！你再哭，老子给你一棒子！完了，真废了，连哭都不管用了。智伯，看吧，效果是不是很好？虾仁，这混账以后就交给你了，不听话尽管揍，往死了揍都没关系，只求李先生能够多教他一些做人的道理。虾仁，还有我这个逆子，就有劳你多费心了。总体来说，今夜聊得不错，虾仁亲自将二位大佬送了出来，三人关系也熟络了不少。李景龙得知消息后，便匆匆赶了回来。儿啊，你有没有事？他们有没有为难你？无事，邱世伯和朱世书今日是登门送礼来了，以后我们该多多走动才是。景龙老弟啊，以后听话一些，别让虾仁这般费心了。啥意思？你这话啥意思？到底谁是儿子，谁是爹？虾仁啊，以后你就在国子监安安心心的教书育人，朝堂之上的那些阿杂事情，你就不要跟着掺和了。虾仁，邱大哥这个人心肠不坏，就是太过讲义气了。他与那位二皇子有着生死袍泽之情，所以才会不遗余力的支持二皇子。这么说，这邱府也是个实诚人啊，江湖侠气，豪爽豁达，可惜没有眼光。你小子干的那些事情，师叔也多少有些耳闻，以后就听你邱叔一句劝，切莫再插手其中了，安安心心的在国子监教书吧。师叔放心，虾仁明白了。明白了就好，那师叔就告辞了。李景龙，虾仁这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，你最好老实听话一些，否则某家饶不了你。目送着二人离去，李虾仁脸上浮现出了笑容，李景龙却是满脸茫然。跟着进屋后，看到案桌上的厚礼，他眼睛都快瞪出来了。金金锁子甲、斩荆百炼刀，这可都是御赐之物啊！朱能、邱福他们就这样送给你，会不会是不安好心？什么狗屁御赐之物？那个时候朱棣可还不是皇帝，只是燕王呢。既然人家送给了我，那就是我的东西了，哪有还回去的道理？这刀不错，可以拿去切菜。这甲里面金子倒真是不少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拆了挑出来，拿去编个金手环。第二日，李虾仁结束了一天的繁忙工作，直接抱着小谷谷就进入了梦乡。翌日清晨，李虾仁还没睁开眼睛，就被人给唤醒了。儿啊，快起来，宫里来旨意了。世子爷，陛下于西郊军营点兵演武，特召您父子二人前去观礼，万万不可怠慢啊！爹，这是啥情况啊？好端端的，陛下为何要点兵演武？李景龙也不解释，催促李虾仁赶紧换衣服。李虾仁思来想去，索性穿上了金金锁子甲，显得英武异常。父子二人坐上了马车，直奔西郊军营。爹啊，赶紧说说究竟怎么回事？快入秋了，那些北元蛮子会南下劫掠。据边疆传来的消息，北元出了一个什么鬼力赤大汉，意欲恢复东部蒙古故土，所以要提早做准备。陛下今日点兵演武，正是为此。恐怕又要打仗了。鬼力赤大汉就是那个飞元氏后裔，史称篡立，5年被废，被部下阿鲁台所杀的鬼力赤。等会儿好好表现，我老李家以后就靠你了。咋地？你要挂了啊？开始安排后事了。这孩子嘴巴还是那么毒。这点兵演武不只是去看的，你们这些勋贵子弟也要进行教约，通过后陛下会当场授予职务，所以你可得好好表现啊！教约大考这么突然的吗？爹啊，儿子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吗？来不及了，马车已经出城了。马车晃晃悠悠出城，来到了西郊大营辕门之外。辕门之外早有一众甲士在此等候。李虾仁正感叹着这股冲天肃杀之气之时，身后却传来了一阵大笑声。李先生，你也来了啊？见过大都督。诸将免礼。这就是军方第一人的气势威望吗？同为大明国公爷，为何差距就这么大呢？好歹你呀也是7年的南军主帅啊！喂，爹啊，要不你没事儿就先嘎了吧。启禀陛下，各路大军已经集结完毕。
这就是朕的大明府本，这就是朕的百战王师。有此虎贲雄师，何愁与内不济？何惧强敌犯边？必居为伍，必居为伍。臣参见陛下。呵呵，此地不是朝堂，就不必多礼了，一切按照军中规矩来。邱愣子，那不是朕赏赐给你的金锁子甲吗？陛下恕罪，只因李先生教导犬子有方，所以老臣才将这宝甲转赠给了李先生。不只是老夫，还有朱能，他把斩荆百炼刀也送与了李先生。李先生，邱二愣子，你喊他李先生，还把朕赏赐给你的宝甲都送给他了？那可不，李先生教父玉子可是有一套哦。等会儿，玉子这个先不说，教父是什么意思啊？话音落下，众人齐刷刷的看向了李景龙，后者此刻正满脸生无可恋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哪有这般大逆不道的儿子？这金锁子甲、斩荆百炼刀可都是陛下御赐宝物，先前这两个家伙摸都不让我摸一下，现在却直接送人了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这小子也就是长得俊了点，也没啥不一样啊。哼，细皮嫩肉的，跟个娘们一样啊！还不快叫人！这位是同安侯火真将军。火真，大明蒙古战将，也是一员虎将啊！小子李家人见过火真大哥。大哥，老子年纪比你爹还大，你咋平白给老子降了一辈？嘿嘿，辈分可不能这么算啊！邱福将军是我大哥，朱能将军是我二哥，那我喊火真将军一声哥，你也不吃亏嘛？啥意思？人后是伯是叔，人前大哥二哥，谁允许你这么叫了？呵呵，怎么？你这混账，要不要也喊朕一声大哥啊？真的可以吗？混账东西，别在这没大没小的。你身上这宝甲可是朕当年穿着征战沙场的，莫要辜负了它才是。一番插科打诨后，演武正式开始。李下人等勋贵子弟则老老实实的站在台下，随时等候着皇帝下令进行教阅大考。恩师，您可真是霸气侧漏啊！您刚刚不会真想喊陛下一声大哥吧？嘿嘿，基操误六。对了，此次教阅大比你们三个有信心吗？恩师，这可怎么办？无妨，你们不管再怎么废物，再怎么不成器，那也是为师的弟子，为师不会歧视你们的。哈，你没事吧？汝闻人言否？恩师，您对我们可真好啊！就这啊，看着也不太行啊，略显拉胯。乖徒儿们，为师方才的声音大不大？不大，估摸着也就陛下他们听到了而已。虾人，给朕滚过来！你刚刚在说什么？陛下，犬子无状，还请陛下恕罪，请陛下恕罪啊！那个皇上啊，这天子点兵的意义何在？此话一出，朱棣与众将都快被气笑了。朱能站在李下人身后，压低了声音，迅速解释了一遍。李下人听后这才了然，朱棣这是想要出兵正面接战蒙古鬼力赤啊！朕只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皇上，臣以为这般演武效果太差，远远达不到鼓舞士气、激励将士的目的。哼，黄口小儿，不知天高地厚，竟在此大放厥词，此乃军国大事，汝一介纨绔，素不知兵，有何资格在此智慧？哼，谢晋，陛下还未开口，你在狗叫什么？我勋臣子弟不知兵，难道你谢大学士就知兵了不成？是我提不动刀了，还是你做了个大学士就飘了？哈哈哈，我就怕还不等拔刀，人家就已经跪地求饶了呀！你们够了，都给朕闭嘴！行啊，你这混账东西，胆子越来越大了。今日你若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朕非要扒了你的皮！陛下，臣只是觉得个人勇武虽然重要，但远远不及大军整体战力。陛下，请给臣一个时辰，臣去准备一番，定送给陛下一个大宝贝。呵呵，如此，朕就给你一个时辰。若一个时辰后，你拿出的东西不能让朕满意的话，你就等着跟你爹一起挨板子吧。你小子这次要是不能让陛下满意，那丢脸的可不止你们父子，还有所有勋贵武臣。你可不能让谢晋等文官看咱们笑话。大哥放心，只要你全力配合我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咱今日就给那些文臣近身来一记猛的，保管让他们以后见到大哥你就绕道走。混账东西，真是没大没小。你想怎么做，尽管开口。什么？这绝对不行！大哥，不行也得行，否则以后咱勋贵武臣在那些文臣近身面前，可真就抬不起头了啊！呵呵，你这兔崽子，老子就陪你赌一回。来人，速速去准备。大哥英明！去你大爷的！别喊老子大哥，平白比李景龙那废物小一倍。本薪水呢？陛下谕旨，教阅开始。阅兵开始！寂静之间，伴随着邱福一声高呼，这场检阅议事正式拉开帷幕。咚咚咚，战鼓隆隆，军旗猎猎，
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官商50州，大丈夫当如是也。与此同时，教场角落号舍里面，李虾仁正满心欢喜地看着眼前这堆东西，放在他面前的正是大明军中的制式火药。嘿嘿，一流二碳30硝，加上白糖，嗷嗷叫。去知会齐国公一声，就说李虾仁已经准备好了。鸣金收兵。大山，朕有如此虎贲雄师，区北虏还有何惧？陛下，那曹国公是此刻还没回来呢。来了，大哥，别说小弟没提醒你啊，等会儿尽量跑远点。对了，你提醒一下二哥和我爹，其他人就别管了，让他们体验一下非一般的感觉。虾仁你大爷，你这混账兔崽子专门坑人是吧？什么情况？赶紧上去，陛下等不及了。那个朱能啊，打稳了，这里面可是火药啊！将士们演武完毕，接下来就是勋贵子弟的骑射舞品。大明朝的勋贵子弟并非全都是珠玉，李虾仁这样的纨绔废物，比如新安伯章，他的爵位只是个留爵，只得一试，所以他必须要想尽办法去晋升职位，去猎取军功。邱愣子，张府上去干什么？陛下，这孩子是个好孩子，就是心里面憋着一口气呢，想要用战功向天下证明虎父无犬子。呵呵，朕当然知道他是个好孩子，但他还是太浮躁了，立功心切，反倒不美。狗屁浮躁，还不是因为他的外戚身份。陛下，这孩子乃是忠臣之后，如今日渐年长，却没立下什么大功劳，所以立功心切，这也情有可原。呵呵，你放心，世美当年是为了救朕才战死沙场，朕不会亏待了他的孩子，但他还需历练，方才能成长起来，日后接替你们成为我大明柱石。此子不愧天生将柱，日后定为我大明柱石。传旨，张府教阅五比第一，赐张府纹银千两，田地100亩。陛下且慢，那你虾仁可还没上场呢。陛下，所有勋贵子弟必须参加教阅大比，这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规矩。可是那4位好像并未上场啊！哼，混账东西，你为何不去演武？陛下，臣是国子监助教，是个学官啊，哪有让学官上去演武比骑射的？嘿，那李助教方才所说的话还作数吗？谢晋啊，谢晋！既然你一直针对本公子，那就休怪本公子不讲情面了。呵呵，东西自然是做出来了，但是这玩意儿杀伤力太大，所以臣请陛下挑选一位才识渊博的名士前去点火一试。啥？要才学渊博的名士去点火？这小子肯定没憋好屁，指不定就是想坑人呢。众人都被李虾仁唬得一愣一愣的。朱棣深深地看了李虾仁一眼，然后扭头看向一众文官：“别选我，别选我！谁愿意去做点火的倒霉蛋啊？那可是黑火药啊！”陛下，此物乃是沙场利器，将会大大增强我王师战力，所以这第一次试点火之人，绝对会名留青史，流芳百世。是，名垂青史，流芳百世。陛下，臣以为李公子所言极是。为了验证此物的神奇之处，臣谢晋不才，愿为大明将士点火一事。你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刚刚还低着头，唯恐被点到名，现在一听说可以名垂千史，就立马跳出来了。朕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呵呵，既然谢学士有心，那此事就交给你吧。听到这话，谢晋满脸喜色，他却是没有注意到邱福和朱能看向他的目光之中满是怜悯之色。随即众人走下点将台，直接来到了教场中央位置，将火药包放置好了。那个谢学士啊，记住了哦，点着了就快点跑。哼！胆小如鼠之辈，本官休与你为伍，不就是点个火吗？多大点事儿？这可是名垂青史的好机会啊！哎呦，你还摆个鸡毛 pose 啊？你他娘的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跑啊！不就是一点火药吗？你在鬼叫个什么东西？陛下，要不咱们还是往后挪挪。邱愣子，你在怕什么？就这么一点火药，能有多大威力？陛下，李虾仁那个兔崽子说了，威力猛的一批。朱棣听到这话，也是麻溜的往后挪了挪。他这一挪，邱福、朱能和李景龙也跟着挪了挪，就只剩下了杨荣、黄怀这些文官近身面面相觑。不过就是点火药罢了，你们至于这般怂吗？陛下，您没事吧？陛下，朕无事。你这个混账兔崽子，这就是你刚刚说的一点点火药？天杀的孽障，你到底放了多少火药进去啊？不好了，谢学士呢？快来人啊！杨大人昏倒了！冤枉啊，陛下，真就只有一点点火药啊！刚刚您也看到了啊，就那么点东西，能装得了多少？再说了，火药是邱大哥命人取来的，您不相信，我难道还不相信邱大哥吗？邱福，这混账说的都是真的？
陛下恕罪，确实没多少火药，毕竟此物太过凶险，所以臣只敢给了这混账20斤左右。什么？只有20斤？对啊，只有20斤啊！谁知道威力竟如此恐怖。就方才那一下子，这要是放在战场上面，足以把那些蒙古鞑子炸得人仰马翻啊！这陛下，大喜啊陛下，仅仅只是一个炸药包，就有如此可怕的威力，那要是10个呢？100个呢？1000个呢？什么蒙古铁骑，什么达达瓦剌，有了这炸药包，他们在陛下的面前全都是待宰的羔羊。虾仁，你老实告诉朕，这玩意儿能不能量产？肯定能啊，臣就是提纯了一下原料，又加了些白糖进去，所以威力才会这么大。如此甚好。对了，方才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飞过去了？陛下，那好像是谢学士被炸到树上去了。啥？谢晋被炸飞了，还飞到树上面去了？那还愣着做什么？快去救人啊！谢晋可是一条听话的狗啊，而且还是那种满腹才学的文狗。朱棣现在用的正顺手，他可不想好好的文狗就这样没了。邱愣子，若非亲眼所见，朕真是难以置信啊！为什么先前我们就没有想过，这火药可以改良一下，从而爆发出更大的威力呢？陛下，理是这么个理，但以往咱们并没有理虾仁啊！您难道忘了这孩子方才说的？他可是呕心沥血的考察了大量先秦典籍，这才捣鼓出来了这个炸药包。李虾仁，此次你又立下了大功，可想要什么赏赐？听到这话，李虾仁正准备狮子大开口来成百上千个美人什么地，但朱能却在身后拉了他一把。李虾仁心思电转间就明白了朱能的暗示。邀功请赏自然是可以的，但也要分场合。方才那一下子可是把那些个文官近身全都掀飞了出去，尤其是那位想要名垂青史的解大学士，还不知道是生是死呢。陛下，臣不敢居功。呵呵，朕一向赏罚分明，需要多言。陛下，解学士冒着生命危险亲自为炸药包点火，证实了炸药包的可怕威力，堪称我大明柱国栋梁，有国士之风。若陛下当真想要赏赐，臣请陛下重赏解大学士。此子还年轻，没必要让他卷入朝堂争斗之中罢了。谢学士确实有功，赐麒麟符一件，但此次教阅无比李虾仁与张辅并列第一，如何？那个信安伯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虾兄言重了，在下既不如人甘拜下风，再者虾兄献出炸药包，提升了大明将士战力，这是一件天大好事。个人荣辱与家国天下比起来，在下还是分得清的。呵呵，这样吧，赐张辅、李虾仁斗牛符各一件，白银1000两，田地100亩。陛下圣明啊！臣对陛下的敬仰之情，犹如那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行了，你给朕闭嘴！你二人并列无比第一，但明日还有一场文事，不要让朕失望啊！啊，还要文事？我特么就是个纨绔啊！大明朝的纨绔这么难做的吗？夜幕之下，帅帐之中，一阵人声鼎沸，一众将领都在放肆大笑，推杯换盏之间，众人都有些喝多了，朱棣也不例外。遥想当初，朕在北平以800瑞士起兵，破冀州、遵化、居庸关，击坏来。杀宋中，势如破竹，无人可挡。耿炳文的13万大军更是被朕打得落花流水，仓皇溃逃，龟缩枕顶不出，不敢北上一步。这有些不对劲了啊！因为这特么地按照靖难之役的走向，下一个就是亲爹李景龙了啊！朱棣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公开处刑啊！想当初朕兵力不过8万，朝廷派遣50万大军直扑北平城，那挂帅之人正是曹国公李景龙。陛下英明神武，骁勇善战，50万大军又如何？不足陛下营印一握。臣没想到此处，都觉得悔恨万分，不该自不量力，阻击陛下添兵，以至于自取其辱。混账东西！祁阳王一代顶天立地的真豪杰大丈夫，怎会生出你这样的废物东西？那朱允文真是瞎了眼，才会任命你这厮为3军主帅，丢尽了我大明勋贵的脸面。陛下息怒，臣万死万死！身为堂堂将门子弟，祁阳王李文忠的后人，你就不能拿出点血性来，只会万死万死？爹啊，你得支棱起来啊！你的意思是？爹，你说是打赢一个废物有成就感，还是打赢一个兵法大家有成就感？你若是显得太废物，陛下还怎么继续吹嘘他的赫赫功绩？所以你今夜必须得硬起来，梆硬的那种。陛下原来是这种人，他竟喜欢这种调调的吗？那一战，老子没有错。当年我佯装攻克不下北平，废屯正分霸，为的就是让燕军有所顾忌。若是燕军彻底没了顾忌，天知道会逃窜到什么地方去。这便是脱胎于兵书上的围魏救赵之计。我有错吗？哈哈！还有那白沟河一战，燕军自苏家桥寻河而进，又被我安排埋伏停保，所过万余人伏击，死伤惨重，引军而退。我有错吗？
次日我设下诱敌之计，任由燕军渡河。虽那燕军主帅勇猛无比，杀伤我部甚多，但我挥师绕出燕师背后，实施前后夹击，也同样杀得燕军主帅3翼齐猛。且在我3军包夹之下，燕军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绝境，我有错吗？那一战确实如同李景龙所说，燕军陷入了绝境，就连朕都是马死见折，先后3次更换战马，连连退却，险些被瞿能生擒活捉。若不是那一阵怪风，那燕军已成溃败之势，燕军主将也即将被我生擒活捉。若不是那突然刮起了一股旋风，将我南军帅旗戛然折断，让南军将士以为主帅阵亡，我李景龙焉会善战？说起来，那位燕军虎将当真胆魄过人，当即就抓住了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亲率前旗绕出敌后，和前来救援的燕军精骑合兵一部，乘风纵火，烟焰仗天，杀得我大军丢盔解甲，残败而逃。此话一出，朱棣神情一震。没错，那位抓住时机率千骑破敌的燕军主将，正是他朱棣啊！爱卿言重了。陛下，这一仗南军确实是输了，但我李景龙没输。事后臣一直在想，为何会突然刮起那阵怪风，又为何会那么巧的嘎断了臣的帅旗？臣思来想去，最后得出了一个答案。爱卿想到了什么答案？此乃天意，天意如此，臣不可为也。行了，别拍朕的马屁了，快坐回去继续喝酒。今日难得如此开心，定要不醉不休。前有高亮河车神赵光义，现有河堤马神朱老四，历史真是有趣极了。皇上，那个臣尿急就走了啊。也罢，明日还有文事，你便回去好好准备吧。话音落下，虾仁便独自离去，却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郁郁不得志的张辅。晋安伯，你这是有心事呀？虾兄是在取笑文弼吗？我这晋安伯爵位，还是陛下看在家父面子上才降下的恩赏。但文弼已快到而立之年，却没能立下什么功绩，实在是有辱家父脸面。不知何时才能立下大功，光耀门楣。文弼兄立功心切，想要光耀门楣，这可以理解。但若是一味求成，反倒是有些不美。不如暂且听候陛下旨意，先历练个几年吧。谁知道这历练打磨，又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呢？文弼兄切莫忧心，不出3年便是良机。你的战场不在北方，而在南方。南方？虾兄此话何意？不知文弼兄可曾了解过安南这个弹丸小国？安南倒是没怎么了解过。文弼兄若是信得过虾仁，可以先了解一下安南局势。若是日后有一天朝廷调兵遣将征讨安南国之时，这对文弼兄而言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。话音一落，李虾仁径直离去，留下张辅一个人愣在了原地。次日文事结束，朱棣看着一众勋贵子弟的答卷，不自觉地骂出了声：一群蠢货杀财，写的都是些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。这篇文章倒是不错，以构筑北疆防线为主题，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办法，一看就是出自久经沙场的宿将之手。如果朕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张辅那小子写的吧？陛下英明，却是张辅这孩子，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好苗子，再历练个2-3年就能放出去独当一面了。对了，李虾仁的文章呢？在这。朱棣先是粗略地扫了一眼，但当朱棣看清答卷里面的内容时，却是整个人身子一颤，几乎本能地坐直了身体。传李虾仁速来觐见。李虾仁来了，是被邱福拎着来的。原本正在蒙头睡回笼觉的他，被一张大手冷不丁地伸进被窝，将他拎了出来。哑巴了还不跪地行礼？那个臣李虾仁参见陛下。邱福，给他醒醒觉。醒了没有？现在精神了吧？这是你写的文章，为什么不能出兵？没钱没粮，打个大西瓜啊！你小子跟谁俩呢？正经点。无妨，虾仁，你想过没有？万一鞑靼部落南下呢？那就要重筑北疆防线了。那你可知重筑北疆防线，先前的藩王当如何安置？陛下心里不是有打算了吗？陛下是不可能放这些藩王回封地的，即便放他们回去了，也不可能再让他们执掌兵权，因为陛下你要削藩，对吧？你这混账瞎说什么胡话呢？陛下怎会？李虾仁，是谁告诉你朕欲削藩的？无人告诉臣，这都是臣自己看出来的。不知陛下可知道杯酒释兵权这个故事？此子竟然恐怖如斯，仅凭一些蛛丝马迹就能猜到朕和道眼算计。李虾仁啊，李虾仁，你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妖孽奇才啊？本家那个回啊就不该心软写这篇策论，现在看这架势，今日要是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，朱棣肯定饶不了我。虾仁啊，关于削藩一事，你怎么看？和平削藩，供养宗室。此话一出，朱棣惊得豁然起身。和平削藩，供养宗室，这正是朱棣和道衍密谋良久商议出来的结果。此子之计都恐怖到了这种地步吗？与当时谋圣道衍和尚不相上下。陛下，但这和平削藩有一个隐患。都和平削藩了，还能有什么隐患？这事儿吧，还真不好解释。臣问陛下几个算术问题。算术问题？你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嘛？问吧问吧。请问陛下，1的方数是几？
2的方数4 16的方数236啊，236，你特么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？朱棣走了，神情恍惚的走了，他当即就赶回了金陵城，甚至都来不及公布文试成绩。坤明宫，朱棣紧急召见了道和尚，你我2人商议的削藩之计，你可曾跟任何人提及过？敢问陛下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和尚，若是朕告诉你，有人才智足以与你比肩，你信吗？陛下休要拿贫僧开玩笑，这整个大明天下，唯一能与贫僧比肩之人，恐怕也只有那刘基刘伯温了。哦，真的吗？那朕告诉你，还真有这么一个人，他不但一语道出了你制定的削藩政策，还说这办法存在一个巨大隐患。这不可能，我的计谋绝无隐患。呵呵，你想知道这削藩政策问题出在哪里？那就自己去找个棋盘100米，从2厘米开始，依次摆出前者的方数，最后你就会明白了。棋盘100米，这么儿戏的吗？朱棣一声令下，很快就有宦官把东西送过来了。君臣2人也不废话，按照李下人的说法，齐心协力的开始摆起了米粒。第一格是2，第2格就是4，第3格就是16，第16格就是236。陛下，16的方数是多少？236啊！嗨，陛下是256。我说先前李下人的神情怎会那么古怪？合着原来是朕算错了啊！算术这个东西，朕接触的不多，所以难免失误。陛下不用再摆了，贫僧已经明白了。那魏大才说的不错，供养宗室这个办法并不可取。宗室成员就那么点人，难道一个大明还养不起他们吗？眼见朱棣还没有明白，姚广孝直接上前将所有米粒全都倾倒在了棋盘上面。没错，宗室成员现在数量是不多，但100年之后、200年之后，他们数量会有多少呢？不出100年，大明财政就会吃不消了。和尚，这增长速度为什么会这么快？因为他们没有压力，也没有任何动力，吃喝玩乐，妻妾成群，享尽荣华富贵，仅此而已罢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这样！这样的大明迟早会有灭亡的那一天。陛下，不知那位大才是何人？哪有什么大才啊，就是李下人那个小兔崽子。曹国公世子李下人，这世间原来还有这等大才，有趣，真是有趣。陛下，臣听闻曹国公府景致不错，一直想要前往一观，可惜没有机会。择日不如撞日，朕也喜欢看看景致。下臣冤枉啊！陛下，都是李景龙这厮强迫臣的。医师啊，朕不是早让你知会李景龙说朕要来赏花吗？如今怎不见他父子俩来迎接？他俩人呢？那个奴婢没猜错的话，他们是去十里秦淮了。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不思进取，侠妓取乐。李景龙、李下人，你们这对混账父子还真是过得潇洒快活啊！纪刚，去把他俩给我抓回来。父子俩被抓回来了，看着暴怒的朱棣，下人心里瞬间麻着了。麻了，这次是真的麻了。朱棣脸色不太好啊，他旁边坐的那个黑衣僧人也不像好人呀。僧人三角眼乱世妖僧姚广孝，完了，这下子真完了。混账东西，给朕跪下！那个皇上，臣可以解释。朕懒得听你解释，你这个不成器的混账东西，朕是不是嘱咐过你要好好培养虾仁这孩子？可你倒好，自己不思进取也就罢了，竟还敢带着他去侠妓取乐。我操你妈的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带他去？老子船都被他给抢了，现在去十里秦淮还得跟在人家后面，还有天理吗？还有王法吗？还有公道吗？滚出去！朕看见你就来气。李景龙溜了，李下人傻眼了。李下人眼睁睁地看着朱棣走到自己身前，立马就抱住了那刚刚提起来的大粗腿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都是李景龙这厮强迫臣的。贫僧活了大半辈子，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没皮没脸的混账后生。赶紧撒开，朕嫌恶心。这可是活生生的永乐大帝啊！方才那一刻，算不算是我与朱棣难以言表的第一次？哎呀呀，羞死个人脸！你在想什么？笑得那么下贱。说说正事吧。朕与大师今日前来，正是因你那篇策论。这位是道衍大师，你当敬称他为少师。少师在上，晚辈李虾仁见过少师。不必多礼，倒是贫僧要感谢李公子。若非李公子出言指点，贫僧此计将会酿成大祸，给大明王朝埋下巨大隐患。大师切莫如此，这是折煞小子了，会妖兽的啊！这特么可是妖僧姚广孝啊！他为啥一直盯着我？为何那眼神就像看到了什么稀世珍宝一样，恨不得把你捧在手里把玩一番？此子这面相真是奇也怪哉，仿佛不属于这世界一般。少师看啥呢？无事无事。下人，你指出的隐患，朕与少师也明白了。那么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隐患？陛下，臣腿疼，跪着说。娘弟，你有事求老子，还想让老子跪着讲？今儿个我李家人就是要站着讲，站着把这碗饭给吃了。罢了罢了，站着说吧。想要其灭亡，必先使其疯狂。最直接的办法只有2个字：
放纵，让这些藩王可敬作死。只要他们犯下大错，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出手解决掉他们。不妥，朕不想背上恶名。呸！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，那就只有折中的办法了。表面上提高宗室俸禄，实则减少宗室等级，由8级减少为5级，以此变相缩短朝廷的宗室俸禄开支。这也略显不妥，眼下的局势并不合适。眼下藩王还没有乖乖交出兵权，不太好正大光明的对他们下手啊。陛下别急，减少宗室爵位等级，这只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砍掉3级，俸禄充公，变成宗室年终奖。宗室年终奖，这是怎么个意思？陛下可以设置一个宗室年终奖，将宗室每年的俸禄加在一起作为奖励金发放给宗室成员。他们要想拿到这年终奖，就必须得互相监督，控制声誉，不然这年终奖大家都没得拿。宗室年终奖发放多少，怎么发放，全都是皇帝一句话说了算。李虾仁这个主意真是妙得很呢，陛下，此子不简单呢，这法子已有几分帝王心术之模样。这小子从哪学的帝王心术？虾仁啊，这些东西是谁教给你的？赶紧一五一十的老实交代出来。这办法不是后世那些黑心老板常用的吗？只要肯吃苦，老板开路虎；只要肯努力，老板法拉利。那个陛下，这是臣一次做梦之时，一位白胡子老奶奶告诉臣的。白胡子老奶奶，你他妈撒谎能不能用心点啊？虾仁，信不信朕现在就送你去见你太奶？陛下，我太奶可是太祖高皇帝的亲姐姐，是你的姑母啊！你这是大不敬熬！你这混账！朱棣忍不住了，直接起身冲向了李虾仁。完美，此行可谓是完美。朱棣看着鼻青脸肿的李虾仁，心情很是舒畅的离开了。李景龙，虾仁是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绝世奇才，务必要好生培养，不能再这么放荡下去了。你要是再敢带他去侠妓取乐，我饶不了你。孩儿啊，我苦命的孩儿啊，这次你真是受苦了。是爹不好，是爹没有保护好你，让你惨遭朱棣蹂躏。等等，我特么就是被揍了一顿，多大点事儿，你至于吗？哎妈，得亏我是个大帅逼，不是个闺女，这传出去不得让人误会死了。皇上，此子的建议你怎么看？此计利用利益去驱动人心，迫使他们不得不向陛下低头，甚至是为陛下服务，用人去制约人，用人去管理人，恶名他们全都背了，陛下却不用背负任何东西，此计甚是完美。皇上，朕方才还在想，这到底是不是所谓的帝王心术，玩弄人心，驾驭臣子，达到自己的目的？帝王心术，这可不是一个好评价呀！要知道那李虾仁可只是一个臣子，一个臣子会帝王心术，那下场会如何？陛下，这绝非帝王心术，只是有些相像。放心，朕没那么心胸狭窄，还容不下一个绝世奇才。再说了，以李虾仁这厮的恶劣性子，朕难道还用得着去忌惮他吗？陛下，此子性子着实跳脱了些，但瑕不掩瑜嘛，终究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绝世奇才。若培养得当，此子日后必成大器，我大明日后将多出一位治世能臣。皇上，你就这么看好此子？陛下难道不是一样吗？这下子朕真是有些后悔了，不该把他丢进国子监去，成天跟着胡言那个贝兰老货。朕怕这李虾仁会变得更加被懒了。呵呵，陛下不必忧心此事。臣听闻此子夸下海口，要让朱勇、邱松和步星祖三子在此次乡试上榜，还与胡衍约法3章。若三子进阶落榜，那李虾仁便自己从国子监请辞，届时陛下可再决定他的去处。哦，他就这么有信心？如果朕没有记错的话，这3个混账学业都不怎么样吧？尤其是朱勇那厮，活脱脱的纨绔子弟一个。李虾仁他难道想作弊不成？陛下不能过早定论，万一此子做成了呢？届时陛下才是真会头疼的，因为一个国子监都藏不住此子的光芒啊。为何他的面相贫僧看不透？李虾仁还真是有趣呢。紫禁宫城灯火璀璨，今天是中秋节，是阖家团圆、欢聚一堂的好日子。徐皇后身旁站着一人，那正是皇长孙朱瞻基。不管大皇子再怎么不堪，还都有一位皇长孙作为底牌啊！朱瞻基啊，朱高炽夺嫡的最大底牌，也是大明战神2代目的亲爹。贤弟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注意臣意啊！别闹，看戏呢，好戏马上就要开场了。建文这个小王八蛋，被黄子成、齐泰那些坏人煽动，要削藩。我在猪圈里吃了几年的猪屎，才把这个天下拿下来。今日乃是中秋佳节，阖家团圆的好日子，但是有些人却再也团圆不了了，也见不到他们的家人了。现在陛下重提此事，而且还是在这中秋夜宴上面，他是想表达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他也要来一次削藩？削藩开始了啊！朕这心里一直都难以安宁。自登基之后，朕就一直在想，为何会出现这等人伦惨剧？为何朱允文会如此心狠手辣，对血脉宗亲都举起了屠刀？
皇帝大点兵，卷卷有爷名，这真他妈是死亡点名啊！谁敢冒头，谁死！尤其是朱高煦和朱高燧这两个王八蛋，一个头比一个低，都快埋到裤裆里面去了。李虾仁见状，忍不住扑哧一下乐出了声，然后齐刷刷的目光看向他。混账东西，给朕滚进来！你不是喜欢听吗？不是喜欢看吗？那你就给朕跪在店门口看。这位虾仁世子似乎有些意思。对了，朕刚才说到哪里了？哦，对了，为什么？老五，你说说。陛下，臣弟以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兵权的原因。自古藩王分封多有祸端，便是因为手握兵权，臣弟愿为诸王做个表率，向朝廷献还3护卫兵马，以此平息刀兵之患。这位周王殿下还真是舍得啊！3护卫可是他们的王府亲卫，少说也有万把号人，就这么交出去了。是个狼人，对自己够狠。这该死的叛徒，你要跪舔皇帝，别拉上我们啊！那特么可是兵权啊！藩王一旦没了兵权，这日子还能过吗？陛下，臣弟以为五哥所言极是，愿主动献还3护卫给朝廷。朱允们要废我，现在这位永乐皇帝又要夺走我的兵权，让我交出兵权，想断了我的命根子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我得沉住气，可不能这么容易就妥协。话音一落，这些个边疆塞王却都选择了沉默，大殿内的气氛骤然间变得紧张了起来。眼见这些塞王一直不表态，朱棣忍不住动了真火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台阶也给你们找好了，榜样现在也有了2个，结果你们还是不识趣，难道真要朕学一学那朱允文吗？看来得给这些不识趣的家伙来一次狠的。哼，谢学士，你在笑什么？这等场合你笑得这般开心，难不成是对周王所言感到不满？我方才只是有些想入非非，想个如何整治李虾仁这个小畜生，一时间有些得意忘形罢了，真不是这个意思啊！陛下恕罪，臣一时走了神。哦，走神？呵呵，那谢学士觉得周王这提议怎么样？这我哪敢说啊，这是成功被架在了火上烤了，都怪李虾仁这个天杀的小贼。谢学士，你学贯古今，说说看，怎么才能让天家与宗亲友爱和睦？陛下，汉高祖刘邦大行分封，结果酿成了诸王之乱，唐皇偏涉藩王，其结果引起了安史之乱。陛下，自汉唐以降，诸王之乱史书可绝，均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啊！这番话一出，众人都明白了谢晋的选择，这是要顺着朱棣彻底把藩王给打死啊！谢晋感受着藩王们的恶意目光，浑身发抖，但他已没有退路，只能一条道走到黑。陛下，藩王用兵藩镇，割地称王，手里面握个重兵，长此以往，天下又岂会不乱？臣请皇上收回诸王节制地方军马之权，并且废除诸王3护卫。老13，你觉得谢晋这话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老子恨不得宰了他。4哥，臣弟性子直，索性就直说了吧。我知道你想要我们的兵权，但我们的封地可都是在边塞之地啊。这要是没了兵权，到时候岂不是随便一个鞑子胡五都能跑过来割了我们的脑袋？这个代王朱贵还真特么的是一块滚刀肉啊！虽然说朱棣想削藩，此事大家都是心知肚明，可你不能当面给说出来了，这不是故意让朱棣难堪吗？这不是性子直，这是特么的大傻叉啊！哼，老13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我想要你们的兵权？什么话？大实话呗。当然，朕也知道你们的难处，所以朕决定让你们自行选择新的封地，如何？若你们觉得无聊，也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，如编纂典籍、绘画丹青、诗词歌赋、参禅礼佛、打坐修道等等，朝廷会鼎力支持。听到这话，诸王脸色瞬间就变得欣喜而不爽，这与他们父皇定下的严苛规矩相比，那可真是松开太多了呀！既然如此，那还等什么？陛下圣明，臣弟愿献还3护卫。如此，大善。自此，天家与宗室将再无嫌隙，永绝刀兵之祸。陛下圣明，此乃大明之福。哈哈哈！你们这些家伙，诸位爱卿，谨慎！一众巨头大佬纷纷跟上，气氛顿时就变得融洽了起来，大有一副杯酒泯恩仇的味道。而李虾仁的身影不知在何时消失不见。接下来也没啥好看的了，就是朱棣的个人装逼时刻，而且这个逼还是我给他的，真羞耻啊！虾仁世子，我家小姐得知您入宫赴宴，所以特意来此等候。春草，你这死丫头，再敢多嘴，把你卖给牙婆啊！小姐，你就会吓唬我？灯会已经开始了，虾仁世子，那我们这就……虾仁世子，不可以！哎呀，你快下去！我们虽然有婚约在身，可毕竟还没成亲，怎么可以同坐马车？
不下去，打死都不下去。你快下去，不然我就用小拳拳捶你胸口。那得公平公正哦，你捶了我胸口，我也要用小拳拳捶你胸口。你这个登徒子，我要去报官。咱俩可是有婚约在身，而且马上就要成亲了，你我可是合理合法的未婚夫妻。我觉得官府多半不会管这事儿，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嘛。呸，登徒子不知羞。话虽这么说，但眉婉眼嘴角却是露出了一抹甜蜜的情。你爱我呀，我爱你，桃园奶茶甜蜜蜜。你这个登徒子，现在人流这么多，没人认识我们的，所以你不用那么累。小婉，你看，大家都放下了拘束，尽情享受这难得的快乐时光呢。敢问这位公子贵姓？这是大明版的搭讪吗？此女竟如此胆大，真是奇女子也。我要不要和她加个地球号？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家相公。眉婉眼见状，急忙站了出来，宣示主权。见此情形，那姑娘只能摇头叹息，扫兴离开。李虾仁愣在了原地，扭头看向小媳妇儿。哼，看什么看？以后你要是敢跟这种来历不明的女子来往，我就捶你。啊，这话怎么这么熟悉？西北锤王。小婉，你真好看。跟我走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跨越悲伤，奔向你的胸膛。你是我长发竖起的梦想，也是我低头许下的愿望。有一天，你会隆重登场，牵着我去看那岁月绵长。相公，好美啊！对了，相公，你刚刚放河灯的时候在嘀咕什么呢？我在向上天祈祷，下一次陪我放河灯的人还是眼前人。呸，登徒子，中秋放水灯是祈求平安吉祥，哪有你这样祈求这种事情的？对啊，我也求了平安吉祥，希望咱俩平平安安，白头到老。你花言巧语，不理你了。与此同时，乾清宫正殿，满朝文武和一众藩王都愣住了。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副密密麻麻的放满了棋子的巨大棋盘。夏爱卿，你可看明白了？陛下，臣明白了。这棋盘如大明，而棋子如宗室。倘若不更改祖宗惩罚，那100年之后，大明宗室将会繁衍出数十万乃至上百万人。届时光是朝廷拨给他们的俸禄，只怕都不下于100万担粮食了。你娘嘞！这生育率必须要控制住，哪个王八蛋敢多生，老子扒了他的狗皮！李虾仁此次又立下大功，该怎么赏赐他呢？上次他夸下海口说要让朱勇3子乡试上榜，结果还真包揽了前3名，如今真应了和尚的话了，还真是头疼。放完水灯，时候也已经不早了。李虾仁和眉婉眼准备原路返回，二人买了一些糕点，一边走一边吃。你也吃？不知羞耻。好啦，相公不是说了，反正也没人认识我们。呵呵，听你的，走吧。你个骗子，还我银子！怎么啦？走不了了，我听到了朱勇那兔崽子的声音。朱勇，陈国公世子，自家相公的得意弟子。没事，那就去看看吧。打得好！说哪个敢打我？阿勇，别打了，阿勇，恩师来了。恩师，您来的正好，可得为我们做主啊！亲哥儿被这个狗日的奸商硬生生的骗了10两银子。第一，出门在外，嘴巴放干净点，没看见这里有女眷吗？第二，为师平日里是怎么教你的？真给为师长脸啊你！不出意外的话，这位应该就是狗贼恩师的未婚妻了，我未来的师娘啊！小婉，这就是我那3个不成器的弟子。你呀，人家可是乡试前3，都是大才子呢，怎么能叫不成器呢？师娘，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，一定不能放过这个奸商。行了，阿祖你来说说怎么回事。顾星祖闻言便将事情从头讲了一遍，原来他们也是出来看热闹的，结果刚好撞见了徐钦在这儿跟胡商起了纠纷。徐钦就是现任魏国公徐辉祖的儿子。徐辉祖，大明王朝的顶级勋贵，可在靖难之役中站错了队，如今又不肯跟朱棣低头。